上期龙神丸的评测中就和大家约好了，等之后龙丸丸出的话，就会给大伙做一个和千纸链的全方位对比评测。本来龙丸丸很久之前就已经发售了，但超哥和萌兔都第一时间发了评测，所以我想着，不急，等它跌一段时间再买来开箱。结果都过去半个多月了，价格也依旧坚挺。明明日本那边上架就已经跌穿了，没想到做的还不错，价格硬是给挺住了。只能说龙丸丸不愧是当年的童年男神啊，那就赶紧买回来给大家拍一拍吧。这次的盒子虽然是很大，但是配件量真的非常的少，也没有什么特效件。不过这次给的地台还是挺值得一说的。主要是这个连接轴竟然给的是金属的，这个确实是有点意思啊。不过这次的龙丸丸确实也是挺重挺大的。来看到本体啊，首先说明一下的就是千大爷的龙丸丸我放在老家压箱底了，为了不耽误拍摄视频，我紧急请来了一只千上的 KO 版。不过有一说一啊，这 KO 做的是真的非常牛啊，80%以上的还原度，那这里就拿它代替一下啦。接着再把我们高贵的 Metal Build 的龙丸丸请出来，大家可以看到这体型差距都不是一个量级的了。但如果要说谁更还原谁更好看，这种问题太要命了，各位可以把自己的答案打在公屏上吵起来。但我想说的一点就是 MB 这台的上半身是不是稍微壮了一点呀？那接下来先对比一下头部的造型。首先最大的一点区别是 MB 的天线处做了电镀红和电镀金的处理，整个头胸比也比千纸链要大上一些，脸颊散热孔细节也丰富一些，我个人是更喜欢 MB 的处理的。但我戴哥引以为傲的金龙藏身细节可不能丢了，用强光打在额头的位置可以发现里面也藏了龙头，但这个黑色做的偏暗了一点，拍的看不太清。不过大爷这边表示，既然我没法玩这些彩蛋，但我不能输，上特效，把头部后方盖板拔出就能看到里面的电池仓了，装上2粒 LR41就能发光了，眼睛和额头的龙是独立开关控制的。不过这里有个槽点啊，就是必须要把盖板给拔开才能开关，就比较的费事儿。不过灯光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。接下来再对比一下肩膀的造型，首先两边的肩部做的都很不错，但 MB 这个金龙的浮雕对比千大爷这个多少就有点 2K 遇上 4K 的感觉了，并且背后还加了凤凰的涂雕，虽然原设里没有，但不妨碍我觉得 MB 更好看一点。另外 MB 这边的肩甲龙爪是能伸缩的，但千大爷是固定死的，并且 MB 这边还能通过向外推一段来解锁肩甲，然后就能加上支架摆出经典的龙牙拳了。接着来看到腰部，首先腿甲部分 MB 这边增加了这个勾玉样式的透明件，另外胸甲处的红色也是透明件制作的，另外腹部这个圆形零件也是用了透明黄色分件，就乍一看的华丽度上来说 MB 几乎完胜，但其实看久了千纸链这个比例我觉得反而更好看啊。不过 MB 毕竟继承自龙神丸的结构，内部的这颗金属蓝色涂装的龙珠也依然在这里，并且更里面这根龙的脊柱也依然是有还原的。然后来看到这两条小短腿的对比啊，可以看到 MB 这边的腿甲和脚掌都做了明显的锐化处理，千纸链这边呢则是圆润了不少。细节方面二者都差不太多，不过转到背面会发现 MB 这边的背后多了金色的散热鳍片，这个细节我觉得 MB 做的真的非常的戳我啊。接着是背后的这对小翅膀，其实两边都用了非常简单的2片盒设计，涂装也都非常的不错，不过 MB 这边会明显大一号，两边也都同样采取了这样简单的转动展开结构，不过 MB 看起来更复杂，并且 MB 除了上下展开还加入了一段向侧面的摆动。武装方面，首先这把凤龙剑是 MB 对于千纸链的无情碾压，不论是从细节上还是从涂装上来说，并且 MB 在剑柄处还能展开。盾牌就更不用说了，一个展开是这样式的，另一个展开则是这个样子的，非常有龙头的感觉啊。这龙角和龙须也是联动展开机构。当然你如果要说还原啊，那确实没话说，但如果你要追求还原，那我推荐买 NXH。 盾牌搭载方面 MB 用了一个这样的连接件，不得不说这样的连接件不装盾的时候很丑啊。大爷这边则是做了一个隐藏式的机构，当你把盾用力顶进去挂载好以后，那块小东西会掉进手腕甲内，需要的时候你再取出来装上就好了，很有巧思的设计。外观造型方面大家更喜欢哪边的设计呢？答案暂时先按下不表吧，咱们先来看看两边的可动对比。首先两者的抬头范围都惊人的超过了45度， MB 依然是保留了龙嘴下翻的机构，但 MB 这边是几乎无法低头的，千纸链也只有30度左右，左右摆头 MB 则是有30度左右的范围，千纸链则几乎没有且很容易断头，最后是转头的幅度，严格来说两边都只有45到60度的范围，但 MB 这边明显感觉干涉会更多。
手臂部分两边都能非常轻松的完成360度大风车，基本操作了。不过千大爷平台能超过90度不少，虽然 MB 只有90度的范围，但根部很良心的用了齿轮关节。另外两边的大臂根部都可以做360度的手臂平转。不过千大爷因为变形机构的关系，小臂上段也给了一段360度的平转。最后是曲肘，千大爷这边90度就已经是极限了。MB 不仅能稍微超过90度，三头肌部分的装甲还能联动下拉位移。另外千大爷这边的胸口是可以这样做收扩胸运动的，只不过这个幅度真的不是很大，并且这个胸肌部分可以这样上下跳动。但是戴哥这边就比较优秀了，在常规的状态下，这个地方的可动和牵直链其实差不太多，但是可以通过解锁这个肩胛位移的外挂，让整个手臂做到这样超过60度的前伸幅度，可以说是非常有意思的机构啊！并且这里上台时咔嚓咔嚓的齿轮声，把玩时也非常的好听。那加上这个机构 ，MB 这边就能摆出这样的挥剑 pose 了。大腿前踢因为都没有前裙甲的阻挡，都可以做到想踢多高就踢多高的成就。后踢也是一样的，没有干涉的话，甚至能可以转一圈的踢。另外两边的屈膝都只有90度，但这个屈膝你能看出屈膝了吗？不过 MB 这边金色骨架与腿甲的联动还是很赞的。牵直链这边有个问题，就是大腿根只有15度左右的平转，而 MB 这边则是在大腿的下段增加了这个平转的关节，避开干涉的话是可以360度自由转动的。另外 MB 的侧台不仅能达到90度，并且也是嘎嘎作响的齿轮关节，把持力非常的不错。千大爷这边是90度的平台，但也就是常规关节了。脚掌的可动，这里 MB 的脚掌完全无法上下抬，只能利用变形的关节做这样的两段垫脚，左右的接地性大概是向内30度左右，而向外的接地性则直接就被锁死了。而大爷这边走的是不同的思路，前脚掌可以分段做360度旋转，后脚掌也能做45度左右的独立侧摆，合起来就能有很大的接力幅度了，并且也是因为变形关节的缘故，前后脚掌都能做这样的大幅的下翻。我认为这个设计比 MB 要好太多了。虽然可动设计看似你来我往各有千秋，然而实际把玩体验千大爷完爆 MB。就比如这个龙岩拳 MB 是这样的，差不多的角度千大爷是这样的，真不是我偏心乱拍啊，都尽力了。这个凤龙剑也是的，这是 MB 的，然后这是千大爷的，明显更自然一些。这个问题的关键就在于牵直链的这一段断腰式的拉伸可动了。即使 MB 尽力能和牵直链在后仰上平分秋色，但这斯密马森级别的弯腰 MB 这15度的小弯腰根本不够看，更不要说这个左右摆腰了。我戴哥这里根本就没有可动，转腰这里虽然千大爷这个45度的幅度也称不上好，但戴哥这个15度多一点会帮你垫底。所以虽然很多人讨厌这种断腰式的结构，但对于我这种把玩党来说，优秀的腰部可动才是 pose 的基础，穿帮了可以借位嘛。OK， 那么可动也展示完毕了。那这两台龙王丸还有一大卖点，就是它俩的变形机构。下面就来对比一下它俩的变形吧。首先是千大爷的变形啊，整个过程是非常丝滑流畅的，变形的思路也是非常的简单，大家一看就知道了，卡布达式的变形原理啊。而且整个过程中也没有什么特别难弄难辨的地方，大家跟着我的镜头可以一起看一下。
那变形完成后就是这个效果了。对，这是只凤凰啊，对，变形也已经全部变完了。那咋说呢？关键原色就是长这样。虽然这鸟头鸟爪确实是小了一点啊，龙王丸的脑袋也完全没有收纳好，但大体上的神韵还算在吧。那接下来看一下戴哥的变形。首先要把前后盖板都打开，然后把手型斜着转进去。然而实际的操作过程中，你会发现这也太难弄进去了吧？不好好调整角度的话，根本就进不去。像我这样脾气急躁的人根本就受不了。那既然进不去，那干脆就不进了。我直接把手型给拔了，然后翻出鸟的后爪。接着这个地方是有卡损的，但是也太难合拢了吧？你知道我用了多大的力气吗？那变形中最惊艳的地方就只有这里了，盖板向后拉会露出鸟的眼睛，就跟觉醒了一样，非常的喜欢这个设计。但接下来的这一步我可以称之为败笔中的败笔。首先你得先把头往上抬，然后往前伸，避免干涉。头部是可以收进去一段的，但做得非常的松。接着这里要用力拉鸟头，然后就会发现整个脖子和两个臂膀都解锁了。那接下来就是用力的往前折脑袋，主要是为了之后能够收纳起来。两个手臂膀也要向前去翻折，要翻到什么程度呢？大臂根部和胸连接的地方是有一个滑槽的，从这个角度应该是能看清的吧。那你的目标就是把滑槽都卡到末端的卡槽处，这期间就要不断反复的调整，重新去拉鸟头去使能这个联动，然后又回来用力往前推臂膀，真的是非常费力啊！明明是一个很惊艳的联动变形的机构，最后玩家玩到的效果却是这么一坨。我都甚至怀疑 MB 的设计团队是不是不属于万代啊？去请教一下老的前辈，变形的设计怎么样，不好吗？对了，如果这个头这里按不下去的话，那就说明已经到底了，这让我突然怀疑前面头部的收纳意义何在。那接下来就是常规的翻转一下腿部，然后把脚尖给合起来，脚后跟的羽毛翻出来，做一个鸟翅膀的变形。接着是把鸟尾巴的这两片羽翼抬起来，然后翻开背部的这个零件，把盾牌按这个方向插进去，然后挂载上。接着鸟头下面的这个地方也是需要合拢的，这个地方需要仔细的看一下，如果你死活合不起来，估计是角度不对，需要调整一下。当然这个地方的卡榫也是真的很硬，很难卡上啊。那终于是变完了。其实这只龙王丸是 MB 系列第一个变形的产品，但真的是空有设计理念了，变形真的是不想再变第二次。不过完成后的凤凰造型，我觉得是比千纸链要好上不少的，并且这凤凰还能进一步的变形。首先拿下盾牌，把挂盾牌的零件合拢到原位，接着向外拉出翅膀尖端的部分。腿的后方还能翻出一长一短两根算是羽毛的造型件。然后把之前提到过的前肩胛向外翻出让位，然后就能把整个肩胛90度的向后折叠了。这个也是我觉得设计非常巧妙的地方。最后变形一下盾牌，然后把盾牌尖端插到后脑勺下方的卡榫上，作为凤凰的尾巴。两个尾翼也要相应的展开，这样变形就完成了。那终于这也是最后一个可以展示的形态了，各位觉得怎么样呢？如果从还原的角度上来说，那就是非常的不合格。但从一只魔改的变形凤凰的角度来说，我认为这个造型算得上是非常优秀啊，一下就把原造型那莫名其妙的无毛鸡造型拔高了一个高度。OK， 那么至此千纸链和 MB 龙王丸所有能比的地方都比了一遍，各位有什么想法呢？想要华丽造型的话，我更推荐 MB； 想要动态够帅、好把玩，那我更推荐千纸链。那我的话自然是全都要了。好了，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各位大哥大姐记得点赞、关注，一键3连哦。